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ane。第一次露脸拍摄有点紧张。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是关于我一路以来的备孕历程，希望能够同样给一些有备孕经验，或是你现在正准备要备孕的人一些帮助，还有经验分享。那今天除了分享我的备孕心路历程以外，我也想要针对像是备孕观念、备孕该怎么提前准备，还有给一些可能你刚新婚的夫妻一些像是婚前婚后健检的 tips， 以及呢，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已经尝试自然受孕一阵子的话，我也想跟你们聊聊不孕的检查。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我们结婚1年半，如果扣掉大概前半年，那时候甚至还在避孕，大概备孕了1年吧。真的很认真在备孕的话，大概7、8月。那7、8月内是我们真的很认真去量基础体温，然后我甚至还去买排卵试纸。那加上我也进行了饮食还有运动调整，都好一阵子了，也去看了中医，还做了针灸，暖宫的针灸。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后来我想想，我其实那时候有考量到自己已经可能快要35岁，不想再拖了，我就决定就是直接自费去生殖中心挂号。首先，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备孕准备这块。那由于我跟我先生2个人都有共识想要小孩，所以其实我们蛮早就开始在查询一些关于什么备孕该补充什么保健品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啊这类的关键字。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只要是我朋友问我，备孕该准备什么，我都一定会跟他们说的，就是一定要吃叶酸。补充叶酸，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可以减少一些胎儿畸形的风险，对于卵子的品质也会比较好。所以这部分是蛮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开始考虑要认真备孕的话，记得一定要吃叶酸，因为你不知道你可能什么时候会受孕嘛，你只能提前准备，把卵子的状态养到最好。就我所知，大概叶酸可能至少要提前2、3个月就开始吃，在你有开始要备孕规划那个时间点前2、3个月就要开始吃。这样，我自己的备孕准备的话，我就都吃叶酸为主。那其他我有听过，像是肌醇、Q10 这些保养品，好像也都是可以加强卵子的品质。这2个保健品，我是大概在最近这半年才开始吃的。这部分我想大家应该都常常听到，像是要多吃蔬果啊，少吃加工品。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注意的是，要避免吃一些大型的深海鱼类，像是什么鲨鱼、旗鱼、尾鱼。那这部分主要是因为担心汞含量累积可能会造成胎儿的可能有些异常的风险。其他像是咖啡摄取的话，很多人可能担心说，怀孕就是完全连咖啡因都不能沾，是可以的，但是我记得1天好像不能超过1、2杯250毫克的咖啡，我有点忘了。但是就是咖啡是可以喝的，只是不要喝太多。那也切记不要喝酒，尤其怀孕后是连一点点都不能碰的。我想到了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是维生素 D 的摄取，因为其实亚洲人普遍大家都比较常待在室内，体内的维生素 D 含量其实不太足。这部分的话，我的生殖医生也有跟我说，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D， 尽量每天都要晒太阳。以上我讲的这些就是备孕的准备，其实听起来算是很繁琐、很麻烦，但是我自己觉得真的要去注意。毕竟我想大家怀孕应该也都不想要冒着可能生到有基因缺陷小朋友的风险，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是平安健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初期的备孕观念到现在备孕观念的改变。其实回顾我自己的生理周期，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经期蛮规律的人。我除了有1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我那时候经期大乱以外，其实我的经期都很正常，然后我也不太会经痛，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妇科的疾病。那加上那时候一直听到身边的朋友怀孕好像有些很顺利，所以我那时候压根不觉得说怀孕有什么好难的，一定很简单。所以其实我甚至在我结婚的初期，大概前半年，我们还在避孕。现在想想，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好傻好天真。不过呢，我还是要建议大家是没有必要在怀孕初期就先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的。
备孕初期还是请先放轻松，不要设想太多，但我建议你还是要保有警惕。举例来说呢，可能你已经准备备孕大概7、8个月，但都还是失败，然后可能过程中你也去看过中医调整你的生活作息，但都还是没有结果的话，我会建议你就不要拖了，就直接去生殖中心挂个号咨询一下。那夫妻之间，如果你们已经有要生孩子的共识的话，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我会建议你们直接先去做一个婚前或婚后的健康检查。婚前婚后健检的一些基本项目，包含像是针对一些遗传病做检验、性病做检验，然后还有去检查德国麻疹的抗体或者是水痘的抗体，这一部分都是归在大概基本的检查项目里面。那之所以说这基本检查项目很重要，是因为举例来说，像是德国麻疹这个东西，假设怀孕的女性体内没有德国麻疹抗体的话，其实有蛮高的几率，就我所知啊，有蛮高的几率可能会让胎儿有畸形的风险。所以这部分的话，对于想怀孕的女生来说，确认自己身体条件是不是可以迎接新生命来的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tips， 是关于就是补助的。其实政府是有针对婚后的基本项目去做一些补助的，就我刚刚提到那几个项目。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省一点钱的话，你可以婚后去申请补助。但像我自己的例子的话，我是婚前直接先自费去妇产科挂号，请医生帮我做一些基本的项目检查。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做健检的重点，我只是放在如何避免发展不良或是畸形的这个风险。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可能不易受孕这件事。那现在想想的话，我会觉得如果心有余力的话，有预算，然后有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事前先去做看看生殖功能的检查的，时间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我知道去看生殖医生可能对于一个正常的女性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或者是有一点紧张。但是我建议你们就放轻松，不要想太多，你就当成去门诊做一个简单的咨询，还有健康检查，就用这样的角度去想，就比较不会想太多，就不会这么紧张，或甚至排斥。那去生殖中心挂号，其实真的是不便宜。就我所知，生殖中心或是这种不孕门诊，好像有一些检查项目都是没有健保给付的，可能都要自费。那我记得我每去挂一次号，做几个检查项目，可能就大概要1、2千块。所以其实长期累积下来的话，金额也是蛮惊人的。虽然是蛮贵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是算值得的，因为你毕竟时间就是金钱嘛，你可以早一点知道身体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早一点去因应准备。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个时候我的生殖中心帮我做了哪些项目。那他首先就帮我做了一些生殖功能的抽血检查。第一个会帮你检查的是 AMH， 这个检查它也就是坊间常称的卵巢年龄检测。那它主要是会去测量说你卵巢内卵子的库存还有多少。第二个检查项目是叫做 TSH， 这个是跟甲状腺有关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它最主要是可以帮助你初步判断说你有没有甲状腺低下或是甲状腺亢进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甲状腺不正常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让你不孕或甚至流产的这个风险。第三个，我记得那时候医生帮我做的检查项目是叫做 Prolaction 的泌乳激素检查。那当然，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以外，男生的部分精液检查也是很重要的。那精液检查有一些观察重点，就像是精子总数啊、浓度啊，还有活动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部分的话，就像是阴道超音波检查，还有输卵管摄影检查。像输卵管摄影检查，它是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它就不像我刚刚提到那3个抽血检查项目，只是看数字报告而已。它是真的会有仪器进到你身体里面去做检查。那这部分我想应该很多人都
对，如果有知道这检查的人，或是之后要去做这个检查的人，应该都会有点紧张，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输卵管摄影检查前，我就超紧张。但我之后会再拍一集跟大家分享在做这个检查的经验还有感想。毕竟女性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早一点发现问题，也可以早一点开始应对解决。像是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在31、32岁的时候就去做过不孕的检查，其中有一个是 AMH 的检查。那个时候他就发现到说，他的卵巢年龄已经老化到接近40岁的程度了。那其实他那个时候就还蛮担心的。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好像也只能透过提早发现来去提早应对，可能提前你的生育的规划来去预防的。然后我还想要跟我一样，可能你努力尝试自然受孕，但目前都还没有消息的人，想要跟你们说，不要担心太多。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你讲一点说服力都没有。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你们应该常常听到，身边人都跟你说哦，不要担心，顺其自然就好。但就是只能放宽心，那去相信这一切都是可能上天对你最好的安排。那你只要去努力试，我相信一定还是会有好的结果的。我下一集呢，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些不孕检查更详细的经验分享。那其中主要重点会放在输卵管摄影检查，主要是因为输卵管摄影检查是一个比较侵入性的，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也都会对于这个检查蛮陌生的，或是你感到很紧张。那我想要以过来人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做完这检查实际感想是什么。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别忘了订阅或者是按下小铃铛。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于你备孕的知识或者是备孕的准备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分享给你身边最近努力在备孕的朋友。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